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24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2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29.34，收盘价是236.86，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38.98，最低价是在229.29。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9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008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77 倍，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8月2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中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的反弹中。那我们会看到当日这根 K 线它是一个低开盘，甚至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呢，在盘中股价是一路向上，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高位，但是呢，上方留有上影线，说明上方是有压力的。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的收盘价并没有站上前一日 K 线的这个最高。那这根 K 线我们在之前的视频说它是止涨的信号 K 线，如果股价要继续反弹，日后必须要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才能够瓦解这根止涨的 K 线。那目前股价的收盘价呢，我们会看到并没有站上它，所以在日后股价要继续反弹，目标依然是要瓦解这个止涨的信号 K 线。对，好，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在 K 线信息上，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当日的成交量是大幅的量缩。然后呢，这根 K 线是一根含有上影线的绿 K 我们刚刚说了，上方是有压力的。那连续2个 K 线呢，出现了头头低底底低的一个就是对于日 K 线来说是一个空头。对，那这样一来啊，价涨，然后量缩，又呈现了空头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要小心，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股价会出现回档。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给出了2个方向，一个是股价会出现上涨，收盘价会在242附近。另外一个方向呢，股价会出现下跌，收盘价会在227.5附近，在这个位置。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收盘价会在231附近。实际在8月23日收盘价是在236.86，出现的是小幅的上涨。那么我们预测的上涨和实际的发生的上涨啊，不仅收盘价的点位相差较大，那么它们的性质也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我们预测的上涨呢，会在242会瓦解这个止涨的信号 K 线，同时呢瓦解这个连3红的下跌的动能，对它们的最高。而实际的上涨呢，只是一个小幅的上涨，并没有瓦解这个止涨的 K 线，对，也没有瓦解连3红。好。
好，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说股价虽然出现了日内的反弹，但是呈现的量缩，要小心股价会出现回档。因此呢，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对于8月2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下行，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前低213。那么目前股价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啊，5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和下方的这个缺口都会成为支撑。同时，我们也要特别关注在8月24日收盘之后呢，那么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啊会趋于合拢，所以我们说股价在盘中这个位置有可能会成为支撑，但一旦在这个位置不能够支撑住股价呢，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下行，所以这个地方应该也是一个强支撑，对，它包括前一日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229附近，对。好，那么这是第一个目标，那如果213被跌破，接下来的目标，第二个目标就是200整数关口。那么在到达200整数关口之前呢，下方的这条趋势线将是一个支撑。这个趋势线是我们自己定义的2023年1月6日和4月27日这个底高的上行趋势线。那么它将成为200关口之前的支撑。同时，我们也会看到250日均线值也会成为支撑。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41，要站上它，要瓦解两个关键指标，一个是要瓦解这个止涨的信号 K 线，同时也要瓦解这个连三红的下跌动能的这个 K 线组合的最高，所以股价上行的目标，一定是要瓦解它们。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8月24日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啊，也会到达这个241附近。我们测算20日均线值会在242到243之间。所以我们说，目前这个位置将是股价继续反弹的一个强压力。对，强压力不代表是能够叫做不能突破，强压力是重要标志。对，那我们说股价一旦能够收盘价站上241这个目标呢，那么也就是说股价很有可能也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那这样一来，股价在上涨过程当中，现在目前出现的是回档，这个回档是从7月19日来说的。那在回档之后，股价如果能够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呢，将有转为多头的可能，那股价会继续上行。那如果继续上行呢，我们依然给出这第二个目标，就是252。252它只是一个压力位，不是股价上行的真正的目标。那股价如果能够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上行的真正的目标是299.29，因为日后股价只有站上299.29这个位置，才能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我们会看到，在这里有头高，下方有底高。如果这个地方，也就是213成为接下来一个底，我们会看到下方又出现底高。对，所以股价如果在这一波反弹，如果能够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那它上行的真正的目标是299.29。好，所以这样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上行的目标，第一个是241，这是非常关键的，要瓦解止涨，继续反弹，同时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
对。那第二个目标252只是一个压力位，上方第三个目标是299.29。好，这是我们说股价日后下行和上行的分析说明。那在8月24日盘中，我们还要给出观察位。我们回顾一下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31附近，是我们测算的是8月23日10日均线值的下限。对，那股价如果在它上方运行呢，是很容易收高的。对，我们看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那在8月24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我们给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是在239，前一日 K 线最高是238.98，那么我们把这条线上移到239。好，那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呢？虽然我们刚刚说从 K 线信息上解读说价涨量缩，股价很容易回档，那但是呢毕竟目前股价的收盘价我们会看到一直是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对，所以股价要继续反弹，必须要瓦解这个止涨的信号 K 线上方的241。对，那么在瓦解它之前，我们认为在8月24日盘中，如果股价能够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运行那么它是很有可能会突破它并且收高的。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不能够在239上方运行，那我们说即使是高开盘，在这个地方盘中如果不能突破，并且在它上方运行，很容易在这个地方继续遇到压力而出现回档。对，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关注239在盘中。好，这是我们把239定义为盘中的观察位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在8月23日继续出现反弹，也就是上涨，收盘价在236.86这个位置。我们在这个位置对于强反弹和做多，我们是不可以进场的。在技术上，因为虽然它是在5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的上方，但是我们说还是有一个理由，这是价涨，然后下方有一个大的量缩，有大的量缩就说明买盘没有大幅的跟进。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是很容易出现遇压而反转向下的，所以在这个收盘价在技术上是不可以进场做多或者是强反弹的。对，好，那这是多头。那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说在8月24日，无论是低开盘还是高开盘，我们认为都会有空头力量的介入。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视频说过，目前空头是守20日均线值，对，他们的目标就是下方的前低212，所以我们说在8月24日开盘就会有空头进场，一直到上方股价如果出现继续反弹到242、43的242、243这个位置，依然会有空头的进场，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守20均线值。对，好，同时呢，我们也说，如果股价继续上行呢，如果在这个地方是有空头进场，那么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52附近。对，所以股价一旦突破了20日均线值之后，很容易会有一根实体长绿 K 线，它可能会有空头的回补。好，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2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239，也就是我们说的观察位到上方的241，这是第一个压力位。第二个压力位是从242到243，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虽然啊，它们的这个压力位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我们还要把它区分开。对，好，那在上方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52。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是在230到232之间，在这个区域。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29一直到232，所以呢，5日均线值是涵盖了10日均线值的范围，所以第一个支撑是229到232，在这个位置。第二个支撑是下方的缺口217到220，第三个支撑是212。对，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8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么我们预测呢，依然第一个可能我们会给出2个方向，那么向下我们认为是股价会是一个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37，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27，然后收盘会收在228附近，在这个位置。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或者叫下跌，那么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3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下跌。好，另外一个方向，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继续是一个大幅的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7，在这个位置，最高上方会到达246，然后收盘会收在245附近，在这个位置。那这样一个大幅的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7的，好，或者即使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都是可以的。对，好，重要的是它的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7的，对，是这个条件。好，如果股价既不出现这样的下跌，也不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幅的反弹，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对，横盘向上，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3.5，在这个位置，最高上方会到达242，也就是会突破这个第一个目标，然后呢收盘会收在239附近，对，也就是在前高附近这个位置。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2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